哎，大家好，大家好，能听见吗？声音可以吗？喂喂，测试测试。好，大家好，大家好。稍等一下啊，我刚才这边搁了一个杯子，然后我摘那个露指头那手套，想往这儿一搁，搁下去怎么感觉越来越沉呢？一看手套扔杯子里了，这正擦呢。大家稍等1分钟啊，抱歉。呵呵呵，跟这个是能看清吗？这个字儿，还记得东跑联那位辛大哥，上周去东京玩，然后参加了他们的赛前补碳的那个活动。不知道屏幕前有没有小伙伴参加那个活动了？听着您的直播伴我入眠，那您是哪个时区？澳大利亚吗？澳大利亚也睡得也早点睡得晚吧？不知道有没有去跑东京的小伙伴参加那个补碳活动了？啊，稍微相机歪了一点，调一下啊。好，哎，正了。参加日本跑团的变化，参加日本跑团的变化就是这一年跑的比之前快了。嗯，我刚回家给大家看这个，上午去看樱花了，上午去了，在离京都很近的一个地方，樱花已经开了，那些地方叫店，叫白洋淀的那个店。然后去完那儿以后去京都了，在京都吃完的午餐回来的。加拿大东部啊，对，看樱花了，刚开就开了1周吧，这个地儿开的早，这个叫河津樱，2公里乘6的间歇，中间休息多长时间？3分钟到4分钟吧，2公里的话。然后就是大阪马拉松的各种照片了，因为花了重金把照片给买了。这照片不便宜呢，照片19000多日元。婆哥不试一下直播来点轻北京音乐吗？啊，是这样的，就是你们看我视频的 BGM，还有我直播的这种开头的音乐，我都是选可以商用版权的。就是其实 B站不在乎这个，所以大家在 B 站看到有些视频，包括那天那个镰仓高校前，其实大家看到的 B 站和我其他平台的版本是不一样的，其他版本不能用那首歌的。就是商用版权的歌都是不能放，按说是不能放的，因为你拿它获利了。就包括那天最后那个拍摄点大阪马拉松家属站，他不是说他站在一喇叭底下吗？除了 B 站，其他平台那块我是静音掉的，就是那个背景音乐也不行。只不过就是这怎么说呢？就不多说了，就这意思。但是其实哔哩哔哩是个它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啊，还是在哪儿？按说也应该查，但是他不查而已。
不是的，这不一定是盈利，就是你不能在公开场合放，就包括你看像日本这边有些餐厅、咖啡厅，它的那个环境音乐或者什么的比较的陈旧，或者比较有的地儿干脆就不放，也跟这个有关系。你平常训练都不带补给吗？最近21K 训练也不带，我基本上是这样，如果我不21公里，包括21公里以下的所有的训练，不管冬天夏天，我都不补给。然后30公里的话，看我今天想怎么跑。如果我想跑强度的话，那我就会补给。东京马拉松不跑，东京马拉松是去玩的。对，我的歌单也不能在背景音乐里放的，就我还是比较的，就是也不能说谨慎吧，就是觉得创作音乐的人也不容易嘛，人家需要挣钱。你们看到好多真正的直播平台那些游戏主播放背景音乐，是因为那个平台花钱买下来的版权，然后给这些主播用，就都是创作者是可以收到钱的。就创作者能收到钱，才会有更好的东西创作出来嘛。否则你说音乐人或者是什么作词作曲的怎么弄啊？是吧？有位小伙伴刚才开播之前就留言说，大体重磨裆怎么办？那您都说出原因了呀，是因为大体重啊，没办法呀，体重变小就不磨裆了。强度课安排可以是5个1公里吗？余值跑，那强度有点低，如果是跑1公里就是冲刺跑。不考虑带货吗？不考虑，真心的不考虑。我不是这个性格，我干不了。就也不是说干不了吧，就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希望靠内容去，不能说获利吧，获得观众。对，获得观众其实就是你这样，我做视频做内容，其实我获得好多东西。第一是成就感，第二是有一个抒发的渠道，这个很关键。这2点对我来说，然后呢，更关键的是有这么多观众能够听我这么说，最后才是获利。获利也能带来成就感跟虚荣心，但是我还是希望用内容的播放来获利，而不是其他的。我不是说其他的不好，只是我的性格是这样。比较下3.0 Pro 和5.0 Pro，我如果没理解错，应该是特步110X 对吧？我觉得5.0更硬，就5.0更有劲儿，3.0更弹。我不知道这么说我能不能表达清楚，就是3.0可能适合5公里、10公里半马，半马之后它不够硬的话，可能感觉的衰减会比较明显。5.0够硬，这是我的观点。主要跑 Parkrun 10K，推荐人生中第一款跑鞋吧。那买 Nike 的飞马吧，我感觉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在中国大陆生活，我看您打的是简体字。如果是在中国大陆生活，就买特步，买特步的110X Pro 系列3.0 Pro 就很好。我还不知道，我还没见过6.0，我看他发视频了，我还没看呢。特步主要是特步自从给了我一双3.0 Pro 以后就不理我了，我也没说他坏话呀，不知道。主要特步是咱们频道的一位观众直接跟我联系的，不知道观众在不在眼前，我赶紧让家属发个朋友圈分享一下咱们的直播，哈哈，就再也不理我了，特别尴尬。副中心推荐吧，推荐路特宽、路特平。您觉得跑步对调节情绪有益处吗？有益处。新的白色 Nike 纯白帽子哪里买的？东京的 Nike 店。买一天还碰见了呃来自来自台湾的观众在店里，好巧啊！他们是第二天，呃，是夫妇吧，应该是，或者是反正就是一家子，女孩跑，男的来加油。有没有考虑过把音频节目提取音频做成播客？我这个如果只是提取音频做成播客，我觉得不合适，因为内容确实是太散了，而且我试过，就是怎么说呢？真心的说啊，比较麻烦，就是就幸亏我国有个 B 站，能让大家看到。B 站其实对创作者来说，虽然对像我这种，我一开始说我希望靠内容来获得一些东西的创作者越来越
越来越不利了，但是它可能也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大多数其实都是，哎，怎么说呢？反正跟我的路子不太对。就我每天有好多的私信，还有那种就比方微信也好，什么不知道都哪儿找到的，就是什么商务合作，就是希望什么把我搬到短视频啊，搬到哪儿啊，我都一概拒绝的。惊叹 Fly，我觉得配速在4分到4分半左右的小伙伴穿着比赛是可以的。如果能力再强的话，有点软。你跑步的步频都在200左右，跑比赛也是这么高的步频吗？对呀，我都会分享我的比赛的手表的数据出来的。流感疫苗，我建议每年都打，没有什么经验分享。就有的时候打完会有反应，有的时候会没有。我那次可能不是疫苗的反应，可能正好感冒了。我现在也是感冒的状态，我这次也是感冒了，但是测了也不是新冠，就反正稍微嗓子有点不舒服，就这样。就我对病这，因为我从小在医院长大，就是我可能比各位接触这些接触的多，比大多数各位。就是第一，我看待病比较理智，相对就是见得多了，生老病死。第二是呢，我可能知道的相对多一点，也就是这样。讲讲备赛无锡，备赛无锡一定得住在起点，然后其他的都挺好。我鼻子不通气，有的时候是因为过敏性鼻炎。比赛配速怎么定？您如果赛前1个月跑过30公里左右的自测，按比赛的强度跑的话，就按那个配速就可以。髂胫束这个我没经历过，但是我听大多数人说就是休息加训练就好了。中午好，中午好。2场比赛间隔3周，先报全马还是半马？3周的话，先跑半马对全马没有影响，几乎没有影响。如果您先跑全马的话，3周之后的半马是不太可能全力以赴的。便宜一些的通勤跑，这我真的不太了解。我其实说实话，我买的鞋都挺贵的。抱歉，我拿张纸，就不是我多有钱，是我舍得在这儿花钱，也就这样。无锡马前还没测过长距离，明天测可否？不可呀！这还有，今天都9号了，还有2周，这2周绝对不要跑长距离了。这周末应该都没有比赛吧？很少，可能只有小比赛。一般大比赛都是，呃，下个周末就是24号，对不对？又是我们的老朋友 LDS Channel，以前从没有在意过是前脚还是后脚着地。前两天自测5公里的时候，感觉稍微刻意的用多一些前脚掌，居然提高了40多秒。是不是之后训练可以尝试多用前脚？我是觉得这个它是顺其自然的，就是一开始跑步的小伙伴，你肯定都是后脚掌或者是全脚掌来落地，过渡到前脚掌是有很漫长的路要走的。您现在可能您的能力能够故意的用前脚掌来跑，但是它并不是一个能驾驭的状态，所以呢，想很自然的用前脚掌跑，还是要继续的跑，提升能力。平时训练半马不补给，感觉在最后6公里饿，那多跑跑就不饿了。哈哈哈。能私信您买家，您买鞋那家的店铺吗？我吗？我没有固定的店铺，什么时候哪儿便宜，什么时候有便宜的就买。不过最近跑步还带 Apple Watch Ultra 吗？带的主要用途是，我现在带，但是我现在不用它记录了，都是用高驰来记录。我比赛的时候带它的主要原因就是家属能够更准确的知道我在哪儿，因为我这是蜂窝数据的，然后通过那个苹果的那个找到我，就能够实时知道我在哪儿，比赛会的那个芯片更快更准确。我没有用过华为的运动 APP，抱歉。刚刚大阪马4小时02完赛，想用1年时间进330，
4小时到330就多跑就可以了，怎么跑都行，只要多跑。试过筋膜仪吗？我没试过，这个我没试过，没法给您建议。110X 3.0最舒服吗？我觉得日常训练的话，可能3.0比5.0舒服一些。稍等啊，我要回一个工作的消息。你看我这工作就是这样，今天周六的下午，有时候也得有点事儿。博哥有恢复的建议吗？膝盖里头疼。嗯，我觉得就是任何伤病都是伴随着减量、训练，然后好转和恢复。我这2天也是右腿的胫骨内侧挺疼的，疼的有点厉害。但是其实只要跑步的时候，不叫什么，它不影响你正常的训练，然后你又能坚持在一个强度下完成你既定的训练，就这么做。我没有试过飞影 PB 3.0，上一双还是2.0。30K 2小时49，月跑300，多久能破四？那半年就破，破四好，破四很容易的。影响训练了就先休息吧，就是你休息，然后如果你完全跑不了，那个伤已经到了完全跑不了的状态了，那你就要休息了。目前1公里最快平均配速4分05，怎么训练进入3分50或更低？就跑强度，就跑变速，跑间歇。200米的间歇推荐吗？200米的不推荐，200米的有点短。听到家属在咳嗽，我跟呛了一下吧，还是喝水呢。就是人岁数大了是这样的，你看，你要让人开始变老，体现在哪儿吗？就有时候比原来更容易呛了。我也会发现，就是你咽喉处的肌肉没有那么灵敏了，你知道吧？所以老人有时候吃饭容易呛，就是这原因。茅台胶用不用提前试试？不用吧，都差不多。就是能量胶，你这样想，吃不好还吃不坏嘛？它终归是个吃的，你就是吃到嘴里它是苦的，您说您咽不咽？不还得咽吗？就就我一直认为，担心能量胶口感和味道的都是伪命题。我这么说大家别在意啊，就是真正这么想的，因为您都跑马拉松了，这是个苦差事，有的吃就可以了。您说呢？新款半台没试，最大摄氧量我前年在实验室测过73.8。Nike 半弹内衬不舒服怎么办？这个我不知道啊。法疼贴其实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个心理安慰，大家都贴，我贴一个玩一玩而已。那天把那个剩的全给贴了。不会的，能量胶吃完是不会闹肚子的，而且就算闹肚子，那么短的时间内也来不及它到你的肠道去刺激你，造成您不行。您想，您要是说8公里吃第一个，您再跑30公里就结束了，2个多小时、3个小时，不会那么快反应的啊。就是就是大家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这些，真的不用担心这些。马拉松比赛，嗯，其实任何问题都能解决，只不过就是
只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能力不行，解决不了，其他都能解决。金钱会马拉松破2吗？我觉得不会。是能让人家露了一点儿，沾了一路手，那是这样的。那比赛中这种情况多的是。我带碗半马的时候，能量胶洒到腿上，腿都是上面好几块凝结的，然后手一直是粘的，这再正常不过了，就忍着。说白了，真的就忍着，忍着就好了。想赞助您跑新加坡马拉松，会考虑吗？我可能不会考虑，就是，我可能不会考虑。我看到 Stride 的 Apple Watch 更新了，还没有试。感谢你啊，想赞助我马拉松的。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屏幕前的小伙伴有没有高人啊，能够帮忙联系联系，看看哪家愿意赞助我拍摄我那个100公里的运动相机这方面的事儿。运动相机和电池吧，应该是主要是我是想尽可能的全程录像，然后如果能通过移动网络直播是最好的。手机其实是个好选项，但是我觉得不够，怎么说呢？不够方便。我比较理想的情况就是那种就类似 GoPro 那种运动相机，Osmo Pocket 不合适干这个事儿。然后 Insta360，抱歉，哎呀，是有点感冒。那个 Insta360 Go 系列感觉也不太适合干这事儿，那就可能充当一部分的拍摄吧。不是雇人给我拍，就是我设备不够，我想有两三个设备，这样就可以拍的比较自如一些。跑完半马后累得倒头就睡，半夜又给饿醒了。您恭喜您，您现在还是在跑完以后能有这个状态的时期，挺不错的。那手机不是太重了，对，也是太重了。另一方面就是触摸屏不友好。100公里是6月30号。不要是电池的话，肯定是随身拿呀。我现在看就是有的品牌的电池是有电池仓的，3块电池是封闭的电池仓的那种就比较好。然后有的那种品牌电池仓是开放的，我觉得就不够好。就运动相机的好处就是换电池就好了。比方说，我拿一个运动相机，无论是哪个品牌的，然后拿2、3块电池，它其实不是很沉，然后一个杆儿就 OK 了，这就能完美的解决问题。然后100公里肯定是带一个小包的，这个背包带上会有相机的架子就 OK。对，主要就是一个运动相机加电池，这个佩戴。我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任何的厂商和甲方，但是这次不得其法呀。要是有关系的小伙伴帮我问问。看日本博主跑那个100公里，真的累得够呛，可不是嘛，100公里呢，我也不知道多久能跑完。跑者感觉都是怕冷不怕热嘛，到我这个程度是的，就不光比赛肯定是。哎，不对不对，您说的是生活中还是比赛？比赛肯定怕热不怕冷，然后生活中肯定是怕冷不怕热。我现在这个就主要是因为太瘦了，太瘦了就不行。无锡可能是雨战，能再说说雨战吗？雨战就穿一双不太吸水的鞋就行了。然后呢，一次性的那种雨衣，一次性雨衣一定要有，然后戴这种带帽檐的帽子，这种帽子可以保护您的眼睛，完全不会被雨淋到，除非是大暴雨，这样的话就会很舒适。就这3个，然后就是您要是有凡士林，可以抹这个地方，就是这一圈。然后还有这个袜子，小腿跟袜子，就袜子上缘上侧那儿抹一圈。然后这样的话水可能会稍微的好一些就行了。您上次说的按摩拉伸有帮助吧？小腿酸迈不开，这种肯定没帮助。就是不管是您跑步小腿酸或者怎么着，这些其实都是能力不足，拉伸是不解决问题的。第一次自测跑半马，女性，42岁，
20345，哇，厉害厉害厉害！我们大家给点个赞。稍等啊，我那个手机的声音得关一下。今天回来就开始直播了，手机都没关静音，大家抱歉啊。路跑不是越野跑，100公里是路跑。110X 3.0 Pro，我觉得雨战可能稍微差一点点，它比较吸水。对，Vaporfly 3是我目前穿过的雨战最合适的一双鞋，就是面料上来说，真心的。作为新手，BMI 21.5还需要瘦吗？我觉得差不多吧。来晚了，不晚不晚。坐标巴塞罗那，我也挺想去的一个地方。我现在72公斤，减重要多少会比较适合跑步？那要看您大概多高。像我这个身高，我1.69米，我觉得马拉松想出成绩的话，在55公斤左右吧。就人跟人不一样，你看贝克勒那个身材，他就不是轻瘦型的，而且他不够努力，就是他在生活跟饮食上都不够努力。就是你只要就这么说啊，为了最后的那一点点，你们看我屏幕右下角说比赛的照片，就像我们普通人穿上这种竞速背心是很显胖的，我都这么瘦了都还显胖。但是呢，如果我再努力一点，我照片里大概是112斤，如果我再努力一点，努力到106斤，我就会显得非常精英，穿上竞速背心。但是最后这一点可能需要你付出90%到95%的力量去做，就是之前比方你之前用了5%实现了120斤，可能你得再用90%才能实现110斤。我觉得贝克勒差这一点。他足够有天赋，但是不够努力。我其实挺想去肯尼亚看看的。大阪冠军是不是太瘦了？他太年轻了，就是您小孩想瘦很容易的，年轻人想瘦其实是非常容易的。对，确实是太难了。他平时会喝杯啤酒吗？会。1米77，72公斤，那不算胖。我觉得到60多公斤挺好的。半年前半马125，持续4个月350的月跑量，配速4分40，受伤2个月减量，月跑100，期间都是骑行台和重训。后天半马能尝试120吗？我个人认为有难度，但是有可能。现在感觉喝水都长肉，36，差不多是这样的。是喝水都长肉，真的太难了。所以你们看，精英运动员拍出照片或者视频上是那样的，他真的是付出了更多常人没有的努力，这个没办法。呃，佛哥想问一下，您赛前会有紧张到心悸的情况吗？我在参加今年东京马拉松之前中了甲流，恢复之后断断续续会有，赛后缓解很多。我觉得紧张的时候是会偶尔会有，而且我一直对感冒这个事情就生病这个事情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就是无论是甲流还是新冠还是普通的流感，它其实无外乎都是不同的病毒带来的，有的病毒力量大一些，有的病毒力量小一些。但是致使您有症状的根本原因其实是您的免疫系统在反应，伤敌1000自损800那种的反应造成的。所以我其实从来不太在乎我这个病是因为什么，如果它是一个病毒性的感染，我只是知道说啊，我努力的康复，让它自愈就好了。因为人类其实真的是挺渺小的，就是我们是对付不了任何病毒类的感染的，什么病毒都算上，都是只能让它自愈，这个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所有的告诉您这东西能治病毒的，基本上都是
不能说骗人的吧，都是要不然最好也是偷换概念的。怎么能做到看着特别精瘦，就真的得特瘦，比我现在还瘦。比赛用鞋，平时训练穿嘛，大概多久退役？我比赛都是平常不穿的鞋，就是比赛鞋，不跑里程的。今天看到新闻，一位47岁的外国老哥10公里进29分，说明速度能力还是能提高，是能提高，是能提高，只是越来越难而已。就是提升速度能力是需要上强度的，那上强度就需要伴随着更比平常不上强度更多的恢复。但是呢，你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一周做2次强度训练，一次间隔3天，那我需要在这3天之内至少把这一次强度课的损耗恢复过来。年轻的时候呢，可能1天就可以了；中年的时候可能2天；中老年的时候可能3天；到老年的时候你可能要恢复1个礼拜，那你就只能1个礼拜做一次强度。那你的强度不够，你的速度能力就不够。平常有喝1点酒的习惯，对跑步心率有影响吗？如果您前一天晚上喝多了，第二天心率会高一些。但是我的经验是，我也有过这种时候，就是对跑步的心率影响不大，就对你静息的心率影响会大。但是比赛之前你肯定就不能喝了嘛，对吧？是堆跑量还是堆跑量期间穿插速度间歇训练？速度和间歇训练是不能停的，至少是3周2次，至少是。必须得管住嘴，就是怎么说呢？体重这事儿最终归结还是得管住嘴，跟你跑多少关系不大的。打倒一切冲成也好，这个，哎呀，我只能说这么一个观点，就是大家看这个，好像给小动物治病的都是现代医学，都没有传统医学，不管是中西方的，因为动物好像不受心理影响，哈哈，跑题了啊。不管我不把医学分成哪个区域的流派，我只是说，那原来那西方那个华盛顿是怎么死的？不就是那个病了以后，然后给放血，然后就去世了嘛，对吧？一样的，那中世纪的欧洲不也是吗？所以我们拥抱变化，就跟我说跑鞋材料、衣服的材料一样，拥抱变化，拥抱变化才能就是传统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坏的，但是如果我们一直认为所有的传统都是好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要进步呢？我的下一场比赛是在北海道的一场100公里，不是越野就是路跑，6月30号。您认为初跑者跑量堆到多少再加入速度训练？我觉得您能够稳定的每个月扛住220公里以上的训练就可以。总跑量500公里，现阶段是堆积有氧吗？您现在阶段应该想想，每次跑都想想怎么能更快一些就好，不用想那么多。那我们说说跑步的事儿啊，不说看病的事儿。我估计我这感冒有2、3天就好了。下半年想跑北马，但是我不能锁定名额，我没直通啊，所以到时候看吧。有观众说有路子，有赞助商的路子，到时候我先抽签，抽完签再考虑。下半年是北马，然后还有台北，今年应该会去跑台北马拉松。月跑量100合适入碳板吗？碳板我觉得就是您只要经济上觉得合适，穿着觉得自己高兴，多少都可以。佛哥跑过悍马吗？没有，国内的马拉松跑的非常少，就北京、上海、厦门、无锡好像没了，对，没了，就跑过这4个地方。希望能和博哥一起破240，恭喜您破240，能，我不一定。大阪马拉松一套19000日元吧，19000多，900块钱。其实你算算差不多的，因为这给你的都是无水印的原片就是相机的原片像国内马拉松现在免费给的都是有水印的小片就不是原始分辨率的。原始分辨率你打赏的话，比方说25人民币一张，也不少钱，差不多的。
以前国内的马拉松还能全套买，后来也不能了。明天比赛有245和300的兔子，您说的是半马吗？还是全马？全马，全马吧，应该是。目前全马还能有245的兔子，目前 PB 是去年255，夹在中间难受。呃，怎么说呢？兔子确实是会影响一些其他选手的节奏，比方这次大阪就是为什么跑不开呀？就因为300的兔子在我们前边，一大帮人跟着，路又窄，就特别艰难。然后最后快到3公里的时候才超过那一帮人，就巨大的方阵，确实是会影响。下次我们206能不能在无锡打破，这我不好说。空腹半马132可以展望全马330了吗？如果您的跑龄不短，就肯定可以。5K、10K 怎么练习？5K、10K 就多练1公里到1.6公里，就从400米开始吧，400米到1.6公里这个范围内的间歇，就跑场地就好了。看别人越野大师大疆的 Action 4，我也觉得 Action 4可以，而且它那个电池舱就是封闭的。纽约的中签率，纽约官方有一个统计，您看它官网会写的，纽约中签率应该不高，但是纽约可以直通啊，成绩够了就可以直通。悉尼马拉松有筹备计划吗？有，明年会去跑悉尼马拉松。不管明年悉尼会不会拿到第7颗星，应该都会去跑。大疆我是一个小伙伴都不认识，我前2天想怎么联系呢？不知道。然后360就 Insa 360那个 S Pro 可能也挺好的，还没有决定。博格晚饭后还会吃零食吗？基本不吃。我从来我对各种零食好像兴趣都不大，从小我就不吃零食。对于跑量是20K 跑1休1还是天天10K？我不赞成跑1休1，我觉得训练至少要3到4天一个轮回。嗯，全马，对，我也觉得是全马。那全马有245的兔子还是挺厉害的比赛。我不制定训练计划，我就是制定每月的跑量，就是我比冬训一个月我想做到550以上，然后现在比赛前后这2个月我做到400以上，然后呢春天的时候再往上涨，到夏天的时候呢在500左右，差不多就这样。新手我其实也不建议跑1休1，我建议你可以每天跑少点。半弹和压缩裤有什么区别？其实没有很大的区别，就是压缩裤可能劲儿大一点。无锡去年有个240的兔子，谁呀？能告诉我吗？那有点厉害呀。SAS 的胶我不吃，那个太大了，那不好带，知道为什么我不吃吧？我觉得那太大了，那比赛没法带呀。比赛不带腰包啊，胶塞在臂套里。如果没有臂套，我看这次东京马拉松有一中国运动员是拿那个胶带把这个能量胶缠在这儿。对，前2天是昨天吧？那个鸟山明还是前天？忘了是昨天还是前天。我在这边收到推送，哇，感觉一个时代又过去了。可以聊一聊你现在穿什么跑鞋搭配吗？我现在跑鞋平常训练就是3.0 Pro 和 Vaporfly 2代，比赛就是5.0 Pro 或者是 Vaporfly 3代。PB 231，他说自己跑崩了，赢了238，差不多啊。
就像现在我跑崩了也能在3个小时以内完赛，甚至现在我可能跑崩了能在2:55以内完赛。预报明天3到4级风，只能苟在兔子后面了。明天是什么比赛呀？我都不知道。半马比赛的话，吃胶，大概在10公里左右可以吃一个。匀速347，心率平均176，自测了一个36公里。那就按破240的配速跑吧，按347跑。但是347破不了240，347是理论的240，你可能得跑到至少346才能破吧。名古屋女子马拉松，哇，恭喜您拿到 Tiffany 的项链，恭喜您，还是挺漂亮的。对，明天是名古屋的女子马拉松，我们跑团也有小伙伴去跑啊，巴塞罗那马拉松。那我觉得3到4级的风，别想创造太绝对好的成绩，就跟我这次大阪一样。我觉得我可能如果是特别好的条件，我能勉强跑进240，勉强。对，我们可以聊聊大阪马拉松的事情，大家有什么想问的一些幕后的故事吗？或者想听的？对，别老说伤病了，伤病我真的我没什么好办法，伤病都是跑好的。脖子上贴那个叫法疼贴，法就是法律的法，疼是哪个疼啊？哦，就是植物的那个疼。哎，Stride 充不了，充电不闪了，是不是充电器坏了？确定没充进电吗？有可能是灯坏了，也有可能是充电器坏了。最有可能的就是您 Stride 背后那2个凸点是不是氧化了？那金手指，如果是拿橡皮擦。对，你们年轻人可能都很少有那个装机 DIY 的体验了。那时候机器电脑一定用好几年，然后那个最早还不是电脑，是游戏机卡。老玩的时候，这游戏机卡就不好使了，就是那金手指氧化了，拿橡皮擦完就好，是吧？红白机，对，那内存条也是。抱歉，我这一边直播还有一些这个工作的事情。强度一大，食欲就爆发。我也这样，就是只能控制，没办法。哎呀，还说这次大阪马拉松之前那个周末，我要知道，我那天看会长那个视频，我才发现8、9点钟大阪城那么多人。我要知道那么多人晚点去了，我也挺喜欢好多跑步的人在一起的。无锡首马计划24小时，抱歉啊，计划4小时完赛，因为下一条写的是博格24小时戴帽子嘛，我读串了。计划4小时完赛，带几根胶合适？5根吧，4到5根。跑量强度大了，早醒是不是饮食没跟上？也不全是饮食，就是恢复跟不上了。就不是说吃的多就能恢复得快，你还得能吸收啊。说 Stride 的这个2个配对内有没有实际的帮助？我真心话，我觉得帮助几几乎没有，哈哈。就是您如果到达那个科学的程度的时候就有用，大多数人没有用。我不是24小时戴帽子，只是我习惯在镜头前戴帽子。
咖啡因200的一天吃一支，平常我觉得平常训练不需要吃带咖啡因的。降心率，降心率的话，降心率就是得多跑跑快的速度，就让你的心肺系统是那种很疲劳的时候状态，很极限的状态，它才能突破呀。没有得过髌骨软化，就我们伤病的事儿，我其实不是太熟。我们可以多说说比赛的事儿，比赛的心得经验我还是有不少的。然后这次大阪马拉松还是挺感动，我跑到37公里，田中先生在马路对面拿一长焦搁那儿拍呢，你给我加油。晚上跑步会影响睡眠吗？会，你要刚跑完步可能是会睡不好。有一款龙豆号称平民的 Stride，博哥怎么看？我没听说过，但是这种东西其实设备其实是很便宜的，就不管是上千块的 Stride 还是高驰的 Pod 等等，它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陀螺仪加速器，只不过费呃核心的竞争力在于把硬件采集的数据转换成您能看得见的，不管是步频、步幅、触地时间、功率还是左右平衡，是这么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是每个厂商之间不一样的，并且是竞争的一个壁垒，就像我们的运动手表一样。那 GPS 芯片我猜想，只要是现在是双频 GPS 手表，大家基本上都是那一两款芯片，或者这么说，就跟摄像机，大多数这个叫什么1.1/3那种传感器，4K 的镜头都是同一款传感器，包括我们的电视显示器很多都是同一款 LG 的面板。但是为什么大家看起来都不一样呢？它不在硬件上。我现在其实以后到夏天就会用小相机，那个小相机光线好的时候完全没问题。对，我现在2个手表都戴，主要比赛的时候戴 Apple Watch，家里人能追踪到我。对，主要是看软件，你把硬件采集的东西变成，就像摄影摄像一样。你看现在不可否认的，在摄影领域，iPhone 应该还是 number 1，还是第一梯队，并且几乎是第一名。但是你说它是因为这个背后的模组背后的这个 CMOS 有多先进吗？或者这块玻璃有什么秘诀吗？其实不是的，真的不是的。你觉得纵2训练有用吗？我觉得对普通人来说用处不大。我觉得普通人要在破三之前想的是怎么能跑得更快一点，在保证跑量的情况下，我说的是实话。就是在破三之前，所有的所谓科学的训练方法全都不适合您，因为那些科学训练的方法是面对有速度基础，就是从小就拔高了的那些有跑量的运动员。比方说，你听运动员说，我每个月80%是轻松跑，但是人家每个月跑1200公里，那人家还有好几百公里的强度跑呢。但是如果您每个月就跑100公里，您有80公里的轻松跑，只有20公里的强度跑，您如何面对一场42公里都要强度的比赛呢？不成熟的观点啊！现在入影石360，那得看是360哪一款呀？如果您是我那个 Go 系列的话，3.0我还是推荐的。然后 Ace Pro 我也很推荐。比赛是从5K、10K、半马、全马、慢慢拉，还是直接冲击全马比赛？我觉得都行，都行。博哥，无锡全马，明天金鸡湖半马全力吗？差2周，我觉得不要全力吧，9成8成。博哥以前没瘦下来之前暴食吗？就硬控制吗？我没瘦下来之前不暴食，就是吃的多，我真吃的多。我就我饭量特大，现在其实也特大。崴脚了建议休息。商家建议24小时吃一支咖啡因的，我不就是商家还可能他还建议你1小时都吃一个呢，那商家嘛，是不是
平常训练我觉得不需要吃有咖啡因的。我下个月云丘山100公里，给您加油，但是我不知道云丘山在哪儿。初跑者强度课有没有建议？谢谢您。初跑者我觉得不用刻意的去有强度课，比方您平常既然您是初跑者，我觉得您可能每次训练5公里、10公里了不起了，对吧？您只需要在跑这个距离的时候想想能不能再快一点就 OK 了。所有手表吃距离、送距离这个事情，其实本身都是他自己算法的事情，或者是什么的事情。还说呢，昨天视频那张图，我说给大家看的那张图，我给忘了剪进去了。我给大家看看啊，特别逗。这不涉及到黑哪个品牌啊，但是给我乐坏了。稍等啊，你看他们在群里讨论 GPS 的手表，有人发的，说一块古老的，好像是佳明，哎，太多了。你们看这张图，能看清吗？能看清吗？等一下啊，我把它推送，能看清吗？哈哈，这上上周的大阪马拉松，不知道是谁，这感觉哭死了哇！他那1公里的配速可能是1秒，他不知道是哪款设备，所以现在买手表必须是双频的 GPS，必须是没有第二个选项，就只要这块手表现在不是双频的，真的就不要买。腹股沟轻微拉伤，我觉得没事儿。筋膜刀放松休息后多久可以训练？我没有试过，但是我觉得，都是看强度。您就说我刚跑完马拉松能不能训练？能训练，慢跑就可以。对，我不推荐165那款手表真的不行，就真的没有任何必要。你看它在这边卖3.9万多日元，将近2000块钱人民币，买一个单品的 GPS 手表不疯了吗？对吧？上小窗照片不多，花钱买的应该不会这么少吧？什么意思？我这次大阪马拉松有100来张照片，100来张吧，都是花钱买的。因为我跑这个强度的比赛，我就不找摄影师了，所以确实会稍微少一些。赛前1个月紧急减肥合适吗？合适。745换265有必要吗？有必要啊，单频换双频，只要现在是单频换双频的，都100%有必要，马上换，不用想。你换了双频 GPS 以后，你就再也不用跑步的时候提心吊胆，想着千万手表别想。就我每次原来跑步就是，我感觉可能700-800米了，我就心里祈祷手表别响，手表别响，手表别响，这公里别偏，这公里别偏。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你就只要换了双频，在哪儿都没问题。在纽约那种高楼大厦我都试过，都没问题。在纽约的时候是佳明的955，也是双频的 GPS，也没有问题。方便关注我的 Strava 呀，我在任何平台的每一部视频的描述区都有我 Strava 的链接，每一步。我知道大家伙现在不习惯看描述区了，这就跟我觉得现在短视频和信息茧房给人们带来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怎么说呢，也不能说不好，它是时代的因素，只能说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影响，就包括推荐算法，我觉得推荐算法也好也不好，嗯，推荐算法会让人变得越来越固执。我每一部视频的描述区都是我的 Strava，好吗？感谢您。训练后怎么吃？训练后第一天玩命吃碳水，第二天玩命开始吃肉，是得多吃点鸡蛋、牛奶、豆腐和肉。
要不然就赛后，如果您是像我一样全力以赴，包括像吴晓东那样全力以赴跑完一场那个天气条件下的马拉松，就如果完事儿以后不感冒，可能性其实是比感冒的可能性还低，大多数时候会有点小病，要不然就是感冒，要不然就是肠胃出问题，这都很正常。用配速心率飘买心率带还是配子3？我觉得应该买配子3加心率带。就手表心率飘这个事儿是解决不了的，目前人类的科技，你买什么都解决不了，您只能买心率带。但是您要是想再获得准确的 GPS 呢，肯定是买一块双频的 GPS 手表，对吧？或者是255，或者是265都可以。就是我觉得您要是买佳明，就果断考虑265，不要考虑255了，因为这种所有的科技产品都是买新不买旧，差距还是挺大的。对所有的这种耐力项目，就是长距离项目的运动比赛完了以后不生病的可能性是很小的。预估 Apex 3什么时候上市？我觉得不会很远，因为它的2代其实我觉得它的刀法略微失败，个人认为2代的刀法略微有点失败，它可能也要尽快的去弥补这块的市场。我2月基本没跑，连着跑了3天，连着跑了3天13公里，现在走路不疼，但是跑步膝盖很疼，缓缓，不适应而已。早醒是不是强度加的太大、太激进？应该慢慢加，您可以考虑慢慢加。对，30K 5分46，有少许余力，那就按破4跑呗，5分41，对吧？5分41是破4，对不对？265是触屏溢价在这个上面，也不全是，就是这种东西，大家看，因为我觉得我明白这个道理，叫隔行如隔山，大家看不到里边的东西，呃，差1年或者差2年的产品，内部的差距有的还是挺大的，真心的。心率带有推荐吗？我觉得高驰那款臂带很不错，就物美价廉。如果您所在的地方不太方便买到高驰的产品，可以考虑 Pola 的那款臂带。就科技产品，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差1年基本上就得差50%，至少，嗯，所以就是买新不买旧，而且就算它什么都不差，它的工艺也是会改进的，就是工艺还有一些设计的缺陷都会弥补。怎么判断跑鞋的寿命是否到了？一般大概800到1000公里可能是一个合适换鞋的选择，或者你跑着觉得这鞋有点垮，就脚踝支撑不行了，或者说觉得它没劲儿了，就可以换了。100公里之后还想跑什么日本国内的比赛吗？我想是100公里之后，甚至100公里之前，我都想跑点比国内的小比赛，就是日本国内的小比赛，用陆联的那个身份去跑一跑。我觉得多参加点小比赛挺有意思的，就不跑成绩的那种。对啊，大河原先生明天又参赛去了琵琶湖马拉松，他今天又去跑帕克 run 了，他还没好呢，他那个伤特别特别带劲。然后上周跑了一个10公里的比赛，给我发证书呢。半马想冲成绩要补给吗？要，大概8到10公里吃个胶。跑步脚往外撇怎么办？这故意的板一板吧，外八跟内八都是要板一板。多跑跑比赛玩玩。对，您说的对。可以再介绍一下赛中补给吗？咖啡因只能1根吗？不是的，我再说一下我是怎么补给的啊。起跑前10分钟吃一个普通的能量胶，起跑前20分钟吃一颗电解质丸，然后呢，大概是每8公里吃一根胶。第一个8公里吃普通的，然后呢16公里吃一个咖啡因的，24、5公里的时候吃普通的，32公里的时候吃咖啡因的，就结束这一场比赛。然后呢，电解质这东西呢，差不多就是10公里一个，不吃其实问题也不大。然后30来公里以后，赛会有时候会有吃的，会有能量胶，您就不用考虑自己那个补给的节奏，自己的补给节奏不变，
赛会内你要能吃就吃一个。然后全程马拉松想冲成绩，我建议您只进饮料站，只进5公里的饮料站，2.5公里的水站不进，就是所有的胃空间都留给能量饮料，不喝白水，因为这个空间很宝贵。你多一点没用的东西它就占了，它就浪费你的地儿，差不多就是这样。都吃咖啡因的是会太多了，就是每天我们摄入，就比赛那一天摄入的咖啡因还是最好不要超过800、700毫克吧，超过了也有点多了，但是也不是不行。我波士顿的时候，最后我跑崩了嘛，就控制不住了，就太难受，顶不住了，就吃那咖啡因那能量胶。波士顿官方赞助的就是那个最贵的，世界上最贵的能量胶，随便吃。然后吃了得有，我估计那一天我可能得有1000毫克的咖啡因摄入，但是就那一天其实没事儿，任何这都是一过性的，没事儿的。博哥和大学先生怎样认识的？有一天我录视频了，有视频。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在大阪城跑间歇，远远看一人老看我，走近一听，他跟旁边那个人聊天，又在说日文。我说这是什么情况？然后呢，再仔细一看，穿了一个五星红旗的 T 恤。然后我跑完以后就跟上了他，然后就认识了。在运动中吃胶有什么技巧吗？别买太劣质的能量胶，好撕就行。没赶上直播，只能追回放了。哦，抱歉啊。咱们今天还是到北京时间的2点45。还有直播回放这事儿，我预告一下，我说一下啊。前几期都是哔哩哔哩这边用的它系统自带那个回放，但是那我发现有个问题，就是它不会进到我的个人画面、个人中心的画面上，大家找不到。所以从之后开始，还是我过2天上传回放哦。咖啡因会利尿，会的，会的。所以开赛前不吃咖啡因的。我平常每天都喝咖啡，今天开始阶段到比赛日嘛，反正是这样。我采访大破节的文章，他是会提前一周会戒断，但是戒断咖啡因特别难受，您可以试试。博哥，我想多跑营养耐力，手表老算节奏怎么办？那你就别管手表就行了，是不是？手表那些我都不看的。充电专属家属画的小人系列哪里找？就是您发表情的时候就会看到有那么有一个选项栏。咖啡因的胶在几公里吃比较好？不刚说完吗，兄弟？我刚说了吧？我不会失忆了吧？大家伙帮我回忆回忆，我是不是说了？手表那个区间，要不然就是您的心率范围设的不准，要不然反正我不太管那个啊，不太管那个。戒断咖啡因这个事儿真的是很艰难的，就是特别难受，头疼，然后就跟戴紧箍咒似的。咖啡因能量胶放在10来公里和30来公里吃会比较好。最后一段我看最后一段想提速，但是腿抽抽。是的，没马拉松成绩可以报名大阪马拉松吗？好像是可以的，好像是可以的。大多数国外的马拉松不要求有成绩，就是你参加抽签的话，没成绩就可以。好像需要成绩这事儿是我们这儿开的先河。嗯，亚索800平均307一组，全马305有戏吗？我觉得亚索800无法检验马拉松的能力，我不认为它是检验马拉松能力的一个标准，更不可能是金标准，因为亚索800的强度不够，它可能能检测半马的成绩，比方说您能够您能够3分钟一组跑完亚索800，那您可能具备半马130的能力，但是您不具备半马300的能力，除非您有这个跑量基础。甜菜汁儿能提升摄氧量，
摄氧量是甜菜汁不能提升摄氧量的，这个是个误解啊。甜菜汁是它能它的营养成分对于跑者的恢复有帮助，就仅此而已。明年的大阪和东京马拉松报名什么时候开始？好像都是夏天7、8月份、8、9月份的时候。您看它的官网会写的，会提前很早写的。就是，我那天说的就关于电子邮箱这个事儿，我们也是，就是我们一定就是在报国外的比赛，一定不离开那些社交媒体和是什么呢？和即时通讯，我们就看官网，每个比赛都有官网，它的官网会写的非常清楚，非常清楚，非常的清楚。而且这种比赛的官网在国内都能看到，它也不违反什么政策，而且用中文就可以搜到，您就搜大阪马拉松官网、东京马拉松官网或者官方网站、纽约马拉松官网站都可以。对，需要提前有能支付的信用卡，一般就是 Visa、Mastercard 或者 JCB，日本的话 JCB 也都可以，银联的单标一般都不行。国内比赛多有官网的少，对呀，就是他这样做，我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你比方说你想办成一个国际化赛事，你不能指望老外用微信看您的公众号吧，对吧？讲道理吧，不是说微信不好，是你不可能要求一个远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讲西班牙语的一个跑者，他能下载您的微信，然后再关注您的微信公众号，看您公众号推的中文内容，这不讲理呀，对不对？然后我们到处都是某某国际马拉松，某某国际马拉松，都叫这个名字，就跟大阪似的，大阪国际马拉松，然后他那翻译都是错的，对吧？这都不讲理嘛，这个事儿，我这说的不刻薄吧？就是实事求是嘛，就是你想，哎，我这事儿我要挣美国人的钱，那我肯定得做英文的呀。我想挣中国人的钱，我肯定得做中文的呀。我不能说我想挣美国人的钱，我做泰语的，那不现实吧？是不是？您就看官网就好了，对吧？你想国际化，你想招揽这个全世界人来跑步，来促进您的经济，来您这城市消费，然后您非得让人家关注公众号才能报名，那不现实啊？您说呢？只不过就是您参加国内的比赛，关注公众号确实是就比方说这两天北京副中心那不开始报名了吗？他们跟我说那宣传片上有我就去他的官网做的一塌糊涂，也没有宣传片。后来我想，我突然说，哎，咱看看公众号，哎，公众号有，哎，就是这样。目前看国内人的钱就挣够了，国际只是为了级别认证、吸引报名。您说的也对，但是如果永远不挣外国人的钱的话，那国内的钱会越来越少的，对吧？这一个国家看成一个人，您就能想明白这事儿了。我们挣钱得从别人身上挣钱，我不能从我媳妇儿身上挣钱，那不还是家里人的钱吗？对不对？那要挣外人的钱，你才能让这国家更有钱，是不是这么回事？傅中心确实各方面一塌糊涂，是有一点儿，因为太年轻的比赛了。上马有含金量吗？有，但是普通人跑上马稍微靠后点起跑跑不开。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比赛其实有的比赛办的挺好的，赛道也挺好的。你看现在这两天不又宣布对欧洲几个国家开始免签嘛？然后以后，嗯，再全球化一点儿，多挣外来的钱，那咱说句再朴素点的道理，那好歹也是外汇呢，对不对？是不是？我还是希望，你看像日本这儿也是在大力的想让外国人来跑比赛，但是东京这次有1万多外国选手，它的规模好像不到4万人。大阪几乎就没有外国选手，因为大阪这个城市对外国人没有东京那么的方便，不管是从旅游上还是各种上，它还是没有东京那么的繁华。
它好些路标啊，好些餐厅啊，好些酒店呀、还都是甚至只能日文或者怎么样，那它就不行。然后赛事的规模也不够大，那东京就不一样了。所以它都是这个慢慢发展的，慢慢来。博哥讲的客观有实际，谢谢您啊。老板大气，点点红包抽礼物，什么意思？跑团里就您一个6星跑者吗？好像是的。野口先生就是波尔顿先生。哦，有人送红包，我都不知道这种功能。他要去跑伦敦了，他应该也是在向这个方向努力。他去年跟我跑了同一场的波士顿。跑步脚内侧足弓疼是为什么？是脚的能力不够，脚能力不够。因为就算是扁平足，其实跑多了也会练出来的。谁刚开始跑步的时候都是足弓疼，现在是跑团一哥了吧？这个您客气了。我只能说全程马拉松目前我的 PB 还不是最快的，石川先生的 PB 是最快的，但是中短距离包括半马我可能都不是最快的吧。要 PB 推荐你们去大兴河马，人少路平全，只要继续跑就好了。对，继续跑就好。就最近纽约在报名啊，想去纽约的可以报名参加抽签的。纽约是个体验很不错的赛事。博格配速5分左右到4:30怎么达到？我这个范围内，您就想正常的，您正常训练中想的跑快一点就好了。4:01配速151心率32公里，那您稳稳的250了，全马。对，纽约马拉松就让您有这种感觉，就是你看我跑的马拉松啊，芝加哥的差一点，纽约和波士顿还有柏林这3场是让我在那儿去跑比赛的时候，我并不认为我是个外国人，就这种感觉。就是你觉得这场比赛不是为了柏林人、为了纽约人、为了波士顿人举办的，它是为了全世界举办的。这3场比赛感觉很明显。但是你说你要去跑东京，你觉得哎呦，我是个外国人，他这是个东京马拉松，它不是一个东京国际马拉松。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表达出我的感受。1个半月有机会245吗？就是您刚才说4:01的这位，245可能有难度，可能有难度，但是252肯定是没问题。您现在应该和大河原先生的能力差不多，可能比他稍微强一点点。我觉得您拼一拼的话，可以试试247、248、245有难度。跑步黑了，怎么防晒？我从来不防晒，我不知道。牛马一个人预算20K，两个人30K 够吗？我实话实说，我觉得有难度。现在机票也贵，住宿也贵。我19年去的时候，美联航往返才多少钱？2000多、3000多，巨便宜。那时候航班也多。我觉得这个，哎，新手有氧630，间歇跑配速500，能穿碳板吗？能。还有1分钟啊，时间过得好快，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电车河公园附近跑步环境如何？挺好的，挺好的。电车河畔跑步还是挺好的。您在这边生活吗？还是要来玩？B 套有推荐吗？B 套我现在就是，冷的时候就是 Nike 的那一款，然后天气热的时候有好多都是薄的。B 号没有什么太需要注意的。力量训练，我出过视频，大概在去年的，就我被封在家里一段时间。
不过觉得比赛短裤和半弹哪个好，必须是半弹。你们看今年那个吉普乔格那跑团宣传今年的衣服，居然是普通短裤，但是你看人家比赛穿的也都是半弹。就不要看人们说什么，要看人们用什么，不要看人们推广什么，要看他买什么，是不是？明天要参加名古屋马拉松了，加油，给您加油！对，明天是名古屋、琵琶湖，国内我不知道有哪些，还有刚才那位小伙伴说的巴塞罗那，都给大家加油。8月底的北海道马拉松跑过吗？没有，大河原先生去年跑了。您说就是奥运那赛道那个吧？那个会比较热。哎，到点了，到点了。浪速这边住哦，您在这边生活，那有机会偶遇啊，小伙伴，有机会偶遇。半弹不能缓解肌肉疲劳，只是比较清爽，不太磨裆而已。然后不积水，要不然那种普通短裤一沾水洒上水多难受啊！好吧，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可以多聊2分钟。这几天这几次都没直播了。半弹我现在就穿 Nike 的，拜拜拜拜，加油跑步，加油跑步！明天比赛的朋友们都加油，好吗？那有小班要走了，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吧。博哥，请问夏天适合训练间歇还是耐力？我觉得都适合。就是我其实觉得冬天不一定不跑强度，夏天不一定不跑距离，夏天跑距离反而是更训练我们的耐热或者等等。足底筋膜炎大多数都是跑好的，真的相信我，足底筋膜炎大多数都是跑好的。再过2年，你可能就忘记足底筋膜炎的日子了，好吗？感谢各位啊，今天大家捧场。因为上上周比赛之后上周去了东京，没有播，这周恢复固定的每周六下午北京时间1点半，好吗？感谢大家，感谢大家。会长出现了，不能吧？好吧，那这么着，大家加油干，加油干，咱们拜拜了，拜拜了，拜拜，谢谢大家，谢谢大家。